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短线上怎么看。那要看懂目前市场的短线和个股的短线，我们需要学习一个知识点。这个知识点呢，我们在昨天的视频当中有讲到，但是可能讲的不是说特别的一个详细。今天我们稍微的再花点时间来复习复习。这个方法叫做复线或者说复阴线，它的形态呢也有点类似于传统的蜡烛图当中的乌云盖顶我们看一下它的形态表现。第一个它需要有一根阳线，就最好呢是一根上涨的阳线。在实际的走势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认为呢，最好第一天它会是一根上涨的阳线，而后第二天它是一根阴线所以它是由一根阳线一根阴线构成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两根 K 线的组合，第一根为阳，第二根为阴，而这样的组合叫为复线。它的细节就在于这根阴线它的高点，它是要创出左边阳线的高点，它的表现是在上涨途中，今天开盘或者说开盘之后还有一个新高让昨天买进的人还有一些盈利让今天的人甚至呢能够有追高的机会。好，但是盘中收盘整体却是下跌的，整体是一根阴线，创高收低，而且收盘它是低过于昨天阳线实体的一半。那么这种动作呢，它意味多方攻击开始受阻开始受阻。其实这个位置它有点类似于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一个上升结构突破失败的动作，大家注意了，只是它是很小很小的一个级别刚才我们所讲的是一个面，那这里呢它是一个点。好，它这个点是不是也是可能在里面有一个上升结构而后突破，是吧？好，但突破之后呢，它又开始回落了，开始渗透了，往昨天的高点底下渗透了而后我们认为它要渗透到昨天这个上涨一半以下，它构成了日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理论上和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一个突破失败有点类似，只是它是一个小级别的它是一个尖一个小级别的。好，我们认为这种是短期有反转的可能。它的阳线实体呢被阴线覆盖的越多，表明买方的力量越是减弱，空方的攻击力度越强越强。好，所以这个位置就会构成一个复线好，我们来看到市场当中看一下，像我们在周五的时候所看到的这一个 K 线，它其实就是一个复线，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去学习复线的原因，因为当前的美股市场就出现了，是不是股价在上涨途中好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一根 K 线，当天呢虽然是低开的，但是盘中还给到了一个新高，还给到了一个上涨，所以这个位置肯定有人追涨，昨天呢肯定也能够在这个位置出现获利。好，这种时候价格最后没有收阳，没有收涨，反而出现下跌，是不是就类似于构成了突破后的失败往下回落，而且回落的幅度要求是吞掉阳线实体的一半。好，吞掉之后，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买方受阻而后空方变强的动作。这个形态在最近的震荡行情当中出现的可不少。看一下，这里算是一个复线，这里也是一个复线，就是之前黑天鹅事件我们说这个 DeepSeek 它的出现，那么导致市场的大跌。而后你会发现在这之前，当时是周五你说阿哲这种黑天鹅能够躲得过吗？它不一定每次都能躲得过，但是有时候你可以能够通过一些细节方面看得到。像当时黑天鹅之前，你会发现这里是不是一个复线，价格呢是连续强势的上涨，而后你会发现的是当天这一天是一根光头的阳线，是个强势上涨的阳线，第二天还有高开高走，但是最后收盘却是收跌的，而后它吞掉了这根阳线实体一半，所以它呢也是一个复线。好，那包括我们看一下之前有没有之前像这里也是一个，是吧，也是一个复线。好，价格呢冲高回落它这种的盘中就要跑了这个冲高回落直接把昨天的最低价都给跌破了。好，这种位置收盘它也是复线也是复线，因为它的实体收盘跌破了阳线实体的一半以上。所以最近我们看到这个震荡行情有3个复线，而每次复线都是在震荡行情的上沿或者说有风险的地方。那包括这里其实勉强也算是一个复线，只是呢它不是一根阳线，但当时处于上涨，
这一天是一根上涨的阴线啊，是根假阴线。好，假阴线上涨途中也出现了冲高啊，高开高走，但最后回落，实体收盘跌破昨天实体的全部啊，而后出现了短期的暴跌啊，所以你会发现在这种震荡行情当中，特别多方是一个反弹的行情当中，每次出现的负线，它其实是大概率为风险啊，基本上可以认为是风险。好，对于负线的基本的组成的条件明白了吗？阿哲不知道现在直播间内有多少是新同学啊，对于这个方法是第一次学习。如果是老同学，应该没有太多问题。如果您是老同学啊，对这个方法是认识的，那你可以回复一个1啊。如果你说阿哲我是新同学，第一次来，或者说啊这个方法第一次学啊，你可以回复个0啊。阿哲看一下今天直播间内啊有多少是老同学啊，多少是新同学啊？正常来讲应该是老同学比较多啊，因为这是阿哲在今年啊我们这个新年的第一场啊，新年之后的第一场直播啊，所以应该没有太多新同学。那么老同学也要做一个复习啊，过了一个年啊，有可能就忘了是吧？啊，阿哲呢太久没直播啊，可能太久没有讲啊，你可能就忘了啊。也有新同学吗？啊，不至于吧？我们这个样啊，好来，那么不管是新同学老同学啊，现在把这个知识点我们人看好了。阿哲呢把负线，等一下啊，负线，把负线呢标记一下啊，对啊，这里呢还不止啊。标记一下，你会发现这里也是个负线啊。刚才呢，阿哲没有把它标记出来，这个位置也是负线是吧？哎，它的高点是不是也比左边阳线的高点高啊？它的实体收盘也比昨天阳线的这个实体的一半要低是吧？所以它也是个负线。好，那么这种负线的组成，它股价后续没有下跌，反而是上涨。哎，这就是一个矛盾的点了。包括前面这里啊。我们说这个负线呢是买方走弱啦，空方走强了，但是这个负线它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上涨？哎，这个位置就有点不同了啊。负线不是一个买方走弱吗？空方走强的信号吗？就为什么有时候跌有时候涨呢？啊，如果它这个方法是有时候跌有时候涨，那么它的意义就不大。所以这里呢就涉及到一个负线的处理，一个负线的产生啊，它呢。或者说一个组合，一个 K 线的组合，它必然不是100%能够去看某个方向。比如说啊，最常见的阳包阴线是吧？啊，一根阳线反包一根阴线，我们说这是极强的买方信号。但是呢，如果你实际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如果买阳包阴，经常买过的，那你会发现阳包阴呢，它有时候也是看涨，有时候也是看跌，有时候买了也能涨，有时候买了它还会下跌，甚至是暴跌。所以一个 K 线的组合。它不是完全的对应某个方向。关于负线呢，我们这里要说一下处理的方法。第一个就是遇到这个负线，首先它还是要以卖出为主。你不能说阿哲市场出现了负线，因为有时候行情会上涨，我就以后负线之后我还去买涨，那肯定不是。负线它本身就是一个空方的信号，所以第一个遇到负线之后，肯定是以一个卖出为主啊，卖出为主。而不是去加仓啊，是卖出为主。你可以卖一部分啊，你也可以卖很多，看你的持股仓位成本。如果你说阿哲我是前面低点抄底了，反弹赚了一波，我做的是短线，好，遇到负线之后你可以全部获利了结都没问题，大部分都卖出都没问题。好，这是第一个，就是遇到负线，你应该做的是小心风险，应该去卖出啊，因为你小心，哪怕10次负线里面有1次的负线是这种负线。啊，是黑天鹅前的负线，你说这种概率啊1/10，那你敢去赌吗？啊，你说阿哲啊，我赌他这个我赌他这个成功的概率也不能吧？这个位置如果没卖掉的人，当时一瞬间能亏多少啊？如果你当时呢体验过的，应该就不用阿哲去强调了。所以遇到负线之后呢，我们应该知道啊，你不能去赌它不会下跌啊，而是要看一下。当前你是赚钱的，是空仓的还是亏钱的？如果你说阿哲我目前已经亏钱了啊，我昨天买进的，今天追进的啊，我已经亏钱了啊，那你亏钱的，那你肯定呢还是先离场吧，止损吧，遇到负线。那如果呢你是赢赚了，好，那同样的止盈。那如果你是空仓的，那么就等。好，那假如你是空仓的，或者说止盈的、止损的，你呢做出的是卖出的动作的，那么接下来等什么呢？好，等第二个东西叫 XK 线。我们来看一下，刚才阿哲
啊，这个上方这里呢有一个图形，它的前方就是一个负线的组合啊，出现了负线之后，我们要等一天啊，正常来说可以等一天，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负线它是否真的是一个下跌的开始，亦或者呢这个它只是一个砸盘，或者说是有人呢在做盘，可能是吓一吓你啊，吓一下散户，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阴 K 线的下跌，它是真跌还是假跌？就好像我们说突破呢有真突破有假突破啊，跌破呢有真跌破有假跌破，那这个负线呢有可能是真跌，也有可能是假跌。那我怎么知道它是真还是假？你看一下下一根 K 线的反应，如果这根 K 线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下跌，或者说啊它这个下跌它大概率为假的话，它下一根 K 线可能就止跌了，它可能就是一个10日星，或者说假阳线，或者低开高走收阳，甚至呢是反包。那么这种可能性就假跌的概率比较大。如果下一根 K 线是大跌啊，跳空下跌，那真跌的概率就比较大。好，这是一个猜测啊，但是它不是一个交易。实际的交易我们要看一下 XK 线的高点，这一天的高点最好能被后续快速的收盘价格突破。那我们认为这个 XK 线大概率呢，就是一个假跌。那么这一天呢，可以作为买点。我们来看一看最近的市场。注意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附件后的观察，它只是一个观察，就是它最好能够止跌，但是它不止跌呢，我们也可以去做啊，因为它不止跌，只要能够快速的突破啊 XK 线的高点，我们也可以认为啊，它是一个有机会、有多方机会的行情。来，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位置。其实每一次出现负线，有时候如果你是新同学，你可能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啊。如果你是新同学，可能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像我们直播间内的一些老同学，听阿哲讲这个方法，可能讲了不下10次哈。因为市场每次出现我都会讲啊。从上一年8月份开播，阿哲呢是上一年8月份才开始直播的。你看一下上一年8月份是什么时候？应该是差不多这个位置，是吧？这个位置。好。走到目前为止，出现了10几次的负线我不是说每次都讲，但至少呢有一半以上应该都会讲，是吧？至少从10月15号的负线开始，应该每个负线出现都会提醒一次所以很多老同学他不是说听一次都学会了他至少也可能听了3次、4次、5次，甚至更多而后现在才学会。所以如果你是新同学，你也不要说今天阿哲讲了之后我听不懂那这个方法不学了你可以认真的做好笔记多听1、2次可能就懂了。好，现在我们看到这里，刚才我们说了，负线的组合是一根阳线和一根阴线，而后阴线的高点要创阳线高点新高，阴线的实体它呢要覆盖阳线实体的一半，也就是说它要收盘跌破它的一半实体。好，这样是一个负线，这个负线构成之后，我们应该做卖出动作，也就是说前面的低位，我不管你是哪里买进的好，买入之后呢，我赚钱了。好，那这里呢，我应该去获利了结至少呢，你说这我做波段我不是做短线可以吗？做短线卖的多一点你说做波段呢，你卖的少一点可以这个看个人。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位置是一个卖出的提醒要获利要卖一点的提醒。好，后续负线之后，我们认为这是 XK 线它没有止跌不太好，但是也还行的是。它立马在 X 周突破了，而后它没有跌落。只要股价后续站在 X 之上，我们可以重新的去看涨，至少认为呢前面的负线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下跌，多头呢还没有完全的消亡，多头还有力量，所以股价后续还继续的往上涨了一段距离涨了个100-200点。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像这里它呢也是一个负线也是个负线。好，负线之后，股价有一个 X 的高点被突破，我们认为这里是不是能够有一个短线看涨的机会，是吧？而后出现3阳小顶去卖出。好，包括像这里，是不是也是负线也是风险吧？好，它的风险在 XK 线这里出现了，高点突破了，是不是这一天可以去做短线的看涨？是不是价格短线还是给到了机会？这一波上涨呢，有一个负线让你去卖出，负线之后，这里又是 XK 线，短线的机会在哪里？在突破之后，股价是不是有一个支撑？
短线还向上波动了一段距离，往上波动了一段距离。那股价后续这里其实也是一根不标准的负线因为它是一个上涨阴线再加一个下跌，类似于上涨的买方也被打击了它是一个不太标准的负线，算是一个隐藏的负线。好，价格负线之后，这里是 X 棒高点突破，是不是同样看涨？而后又是三小底。好，这里呢出现了一个负线。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不是下周的周一下周的周一是 X， 下周的周一为 X， 那么这周一的 K 线在高点被突破的时候，我们认为能够短线继续的看涨。如果它的高点不突破呢，就暂时我们认为前方的负线下跌是有力度的，就要小心这是呢当前用负线来观察市场。负线在突破之前不要随便去买进，有时候突破之后呢，你要做一个小小的防守把这个高点 X 的高点作为防守。如果它突破之后立马跌回来，也要小心风险，也要及时的离场所以大家这里要注意。我们讲一些前面的这个例子，比如前面这些位置也是一样的像这里负线 X 突破是机会，像这种位置负线 X不能突破，那么就不要随便的去再看多不要随便的再去短线的看多像这种位置负线X 没人突破像这里负线 X 能够突破，那么就是一个机会，短线能够继续看涨。像这里是负线，它的 X 在这里，高点没有突破，那么就不要去买进，不要去看涨。我们回到现在也是一样的，你说阿哲行情没走出来之前，我也不知道它是对是错但是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应对方法，至少短线是没有问题的。XK 线的价格高点要出现突破才行，在突破之前呢，我们尽可能当前是一个防守的区间是防守的区间，能够明白吗？明白的可以回复3个9回复3个9。如果你说阿哲我还是没听懂，那你就记住一点下周周一是一个比较关键的 K 线，周一的高点要被收盘突破才能够再次短线看多。如果周一的高点没能突破，就认为目前的美股多方还是有点弱，不能够快速的去短线买进我们呢就要小心。而当前它就是一个上涨当中出现负线的位置负线的位置现在能够明白吗？那接下来呢，阿哲就要讲另外一个观点了。就目前的股价呢在上涨，就是整体的股价在上涨，我们要知道它的下跌空间。就我们知道负线是风险嘛，好，所以一个负线所出现的位置呢，你也要去关注了。假如一个负线所产生的地方是加速之后，那一般呢，我们认为风险的这个级别就比较大，因为它已经走过一波上涨，那么下跌的幅度它可以很大，是吧？它可能跌之前下跌的一半都没有问题。好，那如果它已经是经过了一波下跌，甚至是暴跌之后，而它可能在某些点位出现负线，那它的风险级别就不是很大。所以你要注意一下，你手中的个股如果也出现了负线，它是在哪些位置产生？是在趋势的高位还是趋势的低位？如果是趋势的高位就要小心风险了，低位呢就要去积极的看待机会。所以我们目前来看一下，为什么之前这个负线它产生的是机会为什么这里产生的是机会，这里是机会这里是风险这里呢也容易是风险。好，那这里呢我们来识别一下，像这里如果标记一个 A， 这里标记一个 B， 请问 A 的风险大还是 B 的风险大如果你觉得是 A 的可以回复个 A如果觉得是 B 的回复 B 大家注意如果你不能够很好的去理解新同学很正常因为一个方法的学习接受，哪怕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你肯定也需要时间特别阿哲的讲课风格可能跟你之前所学的都不太一样不一定适合每个人如果你觉得是有收获的，或者说你觉得阿哲讲的这个内容虽然我听不懂但是呢好像还有点用有点效果，那你可以给阿哲多一点时间我们呢可以以后每节课都来听一听他可能就会慢慢的就懂了。好，是吧？我们说 A 的风险大，为什么？因为 A 的高位A 的位置所处的比 B 的要大，
我们知道目前是一个什么行情？是一个震荡行情吧？刚才我们是不是说了啊？它的上轨在哪里？上轨在2024.58，它的上轨。下轨在哪里啊？下轨在前方的一个哪里？前方的高点，是吧？前方的高点哈，所以它目前是一个震荡行情啊，震荡行情。那震荡行情为什么这里风险会比较小，或者说跌下来是复现它的一个机会啊？可能要去找机会，因为它跌到了这个支撑位附近，好是吧？它是在一个支撑位附近，是吧？支撑位附近。那这里呢？为什么这里的风险比较大？因为它是涨到了前方压力位附近，离压力位呢就差一点点啊，离前高就差一点点。好，离支撑位、离前高支撑越来越近，上行越来越小啊。收敛形态的话，还是要等待它方向选择啊。目前它就是一个混沌的市场，目前的短线就是一个混沌的市场。所以当前的市场呢，以短线去做操作啊，去做震荡行情中的一些多头机会啊，会比较好啊。三角形的话，还是要等待它的一个突破，方向选择才会是一个比较明确的点位。在这之前呢，还是混沌的。好，那么现在的一个副线，它处于一个相对偏下轨的位置。大家注意了，目前的副线它虽然不是跟之前一样，注意了，之前呢是已经在下轨附近了，你看。都在前面高点附近出现副线了，但现在呢离副线离底下有一点点距离，但是也不多，所以它呢更多偏向于下轨，所以这个副线跌下来，它呢应该是找机会为主。所以注意了，它是一个找机会为主，因为它离支撑比较近，所以这个副线找的是机会啊，主要是关注机会。当然你说这个机会我就不卖嘛，也不是啊，这个上涨啊，它有一个三小顶，而后有个副线，所以你肯定短线要获利了结。是吧？三小顶左侧获利啊，副线呢，这是属于右侧的获利了结的信号了啊。而后副线之后，它有机会你才能去买进啊。所以目前呢是主要去找机会。好，另外一点要注意的是，当前的个股，我们说指数为什么去分析？因为指数呢，它代表整体的平均水平。比如说纳斯达克指数，它就是代表大部分科技股的整体水平。像最近的一周出现了4天的阳线，1天的阴线，那么基本上大部分个股它也应该是这个走势啊，或者说大部分个股呢，它也差不多应该也是低开高走一根假阳线，然后3根阳线，1天下跌。那么这种情况下，纳指出现了负阴线，那么你可以看一下你手中的股票有没有出现负阴线。如果它出现了负阴线，那么大概率它是一个同市的个股同市的个股，我说的是短线。注意了，我们这里讲的是短线的个股判定，不是中线，不是其他的一个，我们就说短线的。好，就以一周来看，如果在本周你手中的个股这一天它没有出现负阴线，那么就说明它其中的多头要比大部分的科技股要强大家注意了，这是一个从当前市场去看的。好，最为明显的我们昨天有讲到最明显的英伟达咯，是吧？你会发现它前面几天的走势是不是差不多低开高走的阳线纳斯达克也是这一天上涨，这一天上涨是不是3根阳线低开高走的阳线，而后3天上涨，是不是一样的呀？好，但是这一天你会发现纳指呢是一根高开低走的阴线，它盘中呢也是，但最后呢收上去了，说明什么？说明有人在买它大部分的个股呢是单边的下跌最后出现负阴线，但是英伟达却 V 起来了。所以在资金的角度上来看，我们知道的是有人呢是去买进的在整体市场下跌时有人在买进的，那么短线的多头呢是看好英伟达的。所以目前来讲，只要你手中的个股不是一根负线，那么它就比目前的市场要强短线注意了，要比市场要强。好，那么如果你手中的股票出现负线呢，那说明它是一个同市股，就大概率是同市股除非是像特斯拉这种，是吧？特斯拉这种就不属于短线强势了，因为你看一下是哪一天周一是这一天，别人是低开高走吧，是吧？周一这一天指数呢是低开高走低开高走。好，而后连续走了3天的阳线，但你会发现它走了一根阳线之后是一根阴线，一根假阳线，所以整体它是上涨下跌，而指数呢是涨跌整体的市场水平是这样的。所以只要你手中的个股在本周是一个上涨回落的过程，它是一个
短线来说同势的个股。好，那如果是这样的上涨创新低的，那肯定是短线弱势了。我们这里说的是短线啊，短线。好，那我们看一下其他个股，比如说像 Meta， 好 ，Meta 呢肯定是强势是吧？因为它都不跌啊，它是连续4天阳线，连续4天上涨，指数呢这一天是下跌的，它依旧是上涨的，然后这一天保持上涨，所以它短线肯定也是强势的。还有其他的吗？像微软，好像微软这个属于强还是弱？如果你觉得是强，可以回复强；觉得弱，可以回复弱啊。如果你觉得它是一个短线同势的啊，也可以回复个同。看到这里啊，微软。大家看到这啊，如果是按微软来看呢，它是属于强势啊，还是一个弱势同势？周一是哪里？它周一是的这一天啊，周一这一天，我们指数呢是一根假阳线啊，它呢是阴线啊，这一天就开始走弱了，然后后续股价3天上涨啊，指数呢是3天阳线，它呢是一根阴线2根阳线。好，这一天呢也是负线，就同样是负线，它不一定就属于同势啊，有可能也是弱势啊，所以它是负线。啊，但不管是强是弱是同势，如果是负线的话，你就依旧关注了，因为有些同学他没办法，他可能已经短线啊买了之后可能被套了。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依旧的认为是 XK 线，你要关注 XK 线啊，收盘价如果能够去突破，那一样的啊，我们认为这个位置的下跌，它呢也是非真实的下跌啊，它后续依旧有上涨的可能啊，只是呢。如果你本身标的是强势的，它的负线突破之后，我们更认为它能走得更高啊，它更容易的反转。弱势的啊，负线突破可能就反弹一下就没了啊。同势的话呢，就跟指数运作，我们关注指数的走势啊。我们看一下有同学说的SERV 啊也可以算，因为最后一天它是上涨的啊，但是呢它是小盘嘛，10.9亿，盘子比较小。啊，最好盘子比较小的话呢，短线上容易受资金的波动啊，但它也算是强势股了啊。它呢最后一天指数下跌，它走了一个明显上涨，也属于有资金明显异动的。所以我们现在也知道了，当前的市场它虽然是一个高开低走啊，它呢又是跳水，但是和之前跳水不太一样，跳水的高点在降低，而整体市场呢是在震荡的市场。那么跳水的位置在变低，就说明风险呢是在释放的，而目前它这个跳水最后离底下的支撑是越来越近啊，越来越近。你看一下，把前高画出来，是吧？你从这里往下跳，和这里往下跳，是不是都落到了支撑位上？但是高度越高，跳下来对你伤害越大。现在的高度呢就比较低了，好，它往下跳的话呢，这个位置的支撑啊，我们只要还是认为它是有效的，那么这里就主要寻找的是 XK 线的往上突破的机会为主。那么不管是弱势、强势、同势啊，它只要呢是指数不要走坏，那么哪怕是弱势股也有机会反弹，同势股呢有机会顺势依旧维持的短线的上涨，强势股呢就更不用担心了，是吧？所以目前的 NVDA。如果目前的 NVDA 我们说的它前面是弱势的，最近有所转强，那能不能持续走强呢？一是看指数啊，它能不能继续走强；一是看指数的前高支撑能不能撑得住啊；二呢看它自己前面的上涨是不是走到这里，它是一个三阳小顶啊，实体在减小啊，实体在变小，说明上涨动能在减弱啊。虽然说是强势股，但是短线呢有回调的风险，可以把这个低点作为防守，然后把前面相对偏高的低点作为防守。这个区间内，英伟达任何的回调，我们都认为它是强势的，它都是可靠的啊，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两部分内容，一个呢是指数的方向和短线的走势，另外一个就是负线了啊，短线的一个负线。现在对于负线应该认识了吧？对于负线如果了解的啊，你可以回复3个8啊。负线呢，不管是个股还是指数，都可以这么去看。它是一个短线的结构，但是你在用的时候你要注意了，它的位置呢是比较重要的。你要看一下你手中的个股出现负线的时候，它是属于高位还是低位啊？像特斯拉、像苹果、像微软、像这些个股
虽然说最近有点弱势，但是它所出现的负线是低位的，那大概率这个负线它风险的概率不是很多。你看一下你手中个股出现负线的点位啊，以及当时个股和指数的点位啊。如果指数的负线在低位，那么个股正常来说应该问题也不大啊。所以你在用这个方法的时候，不能只看2根 K 线啊，要看的东西其实不少。很多同学在学蜡烛图的时候，他为什么可能感觉某个方法时好时坏？有可能他只是看到了那几根 K 线。你把你的角度放大一点，你除了看这2根 K 线之外，你看一下整个面，它是属于上升趋势、下降趋势，它是强势还是弱势，以及你手中个股出现负线的时候，当时的指数是什么环境啊？去判定一下啊。那么你的 K 线的方法的成功率肯定的会比单纯看 K 线要好很多。就是你要更多的去考虑一些因子啊，影响股价涨跌的因子。如果你对于基本面和消息面也能够去考虑到的话，那肯定更好啊。不过这方面呢，阿哲平时比较少去重点的作为因子去观察，所以呢平时比较少去讲这方面。